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蓝的频道。这边呢，科技蓝其实一直在分享好用好玩的软件网站。前一阵子呢，被这个甲骨文语音把整个频道搅得天翻地覆啊，对，所以就是忽略了一些小伙伴的感受。那今天呢，我可能就是会跟大家分享关于谷歌 Wireless 谷歌的虚拟电话。这个有什么好处？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定的了解，就是我们可以绑定一些社交账号，然后不用国内的手机号进行一些绑定，这样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加安全一点吧，也是相对来讲接收一些来自国外的一些就是短信验证啊，也会比较方便。就是有一些注册国内的手机号不太吃得来，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个 Google Wireless。我们怎么去获得一个 Google Wireless？目前看白嫖呢，我们现在的一个方式是比较困难的。目前我们通过常规的一个渠道注册是需要美国实体手机卡的，所以我们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注册这个 Google Wireless。我们用什么方法呢？就是我们强大的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 ，GV 是谷歌Wireless 的简称，这边就有了。我是在这里头随便找了一家啊，好像是个11块钱的，然后你可以这边按销量排序一下，好像我那家好像倒闭了，我也忘了是哪一家，反正大家看着自己选，10来块钱的就差不多。这块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些都有很多，是不是？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标配的就是什么全新的 GV 号支持转移，所有的商家都提到了全新账号，然后可以转移的一些字样。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GV 号申请以后，它会给你一个全新的谷歌账号，有一个谷歌邮箱，然后绑定着你这个 GV 号。所以我们只要选择你认为 OK 的，比方说你按那个销量排，然后呢价钱也比较合适的，那你就点击进去，大体的看一下描述，如果不清楚的话，可以直接跟店家进行一个联系就行了。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我最终买号完以后商家给到的一些回馈大概是什么样的我是在这个海南四季新鲜水果店买的，这个名字还是比较有讲究的，懂的人应该都懂，我理解的大概也是那个意思。然后呢，我下单以后他就会给我发一条这样的信息，说请久等了，然后这是我发来的一个订单号，这边是卡号，它就给你生成了一个 Gmail， 它给你生成了一个谷歌的账号，然后下面这个 TXFP 这些是这个谷歌账号它随机生成的一个密码，再下面就是一个辅助邮箱，这下面的54075305562是科技蓝的手机号，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给科技蓝时不时发一些信息，然后大家互相进行保号的一个行为如果你长时间不发短信或者不打电话的话呢，你很有可能这个虚拟卡就会被收回，那大家可以互相关注一下，互相交流一下，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虚拟的谷歌 Wireless 更加健康的运行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这些信息都是比较关键的。然后呢，它这边还是温情提示了一下，就是经常的让你发短信，然后经常的去活跃一下当前使用的这个账号。我们通过淘宝的这种方式，然后获得了谷歌的 Wireless，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在电脑上都可以去使用它。我们比方说在电脑上，然后你直接连接谷歌 Wireless， 然后这个网址呢就是一个登录网址，然后这边呢就是左侧很多科技蓝的小伙伴们喜欢科技蓝的小伙伴们，然后他们会经常的跟科技蓝进行一个保号行为，也是大家互相交流互相互动。然后这块呢就是可以收取验证码的一些内容，就比方说谷歌会通过短信发送到我的谷歌 Wireless， 然后进行一个短信验证，就可能我要绑号绑卡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就是我注册了一些 Facebook 呀，注册 Instagram
还有 Twitter 啊这些验证手机号的时候，我都会用到谷歌 Voice， 然后我也就不再会去用中国本土的手机号了。那我们看一下啊，如何去做转移。这边呢，大家可以把来到我们的右上角这边有个设置，你点开以后，然后这块呢就是你当前的一个号码，这块有一个转移，它会弹到这样的一个界面啊。这边如果大家看不懂的话，你可以这样的翻译一下，然后更改啊，对，然后转移，你就点转移就 OK 了，你就可以转移到你经常用的谷歌账号里头。我就是这样操作的，而且有很多小伙伴说，这个号你先在之前买好的这个账号下待一段时间，然后再转移。其实我当天就已经把转移的事情做了，目前看已经过了大概快1个月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多问题，没什么太多讲究的啊。然后下面呢就是一些设置啊，这个是我在我的哪些设备上登录，然后再往下就是关联的手机卡。如果你转移后，你的这个关联的实体账号的这个绑定的手机号呢就不会存在了，那这边就为空了。其实为空也没有什么太多关系，因为我们也不再需要之前的那个手机号了，之前的那个为了注册Google Voice 的时候用的那个手机号了，让它为空就行了，也不需要加新的。然后这边呢就是说，当我来消息的时候，同步往我的邮箱里头发邮件其实我也用不上。然后这边呢就是手机的一些就是 Google Voice 的一些通话上的一些设置，然后再往下呢就是一些更细节的呼叫转移来电的一些设置，这个大家可以到时候细看。勿扰语音信箱，语音信箱就是说我的长时间没有接通我的电话，你可以给我进行一个留言，大概留言相关的一些设置，然后网页通知这些，还有付款，就是比方说你产生了费用就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进行付款，这个一般大家不会产生过多的一个费用的，因为我们发短信都是免费的，而且给美国当地的实体的电话卡发短信其实也都是免费的打电话也都是免费的。然后打电话怎么免费，待会儿我跟大家说。好，接下来我会告诉大家怎么打电话。这边呢，大家就是比方说我们在这边给谁打电话，比方说给这个号打电话，直接点这个，前提是你当前的电脑是有麦克风的，有麦克风是正常运作的，然后你就可以会有一些这个提示，对，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正常的去打电话。但是我们一般不太会用到打电话的这个功能的，但是就是在这个状态下打电话是一个免费状态。如果你用手机的话，那就可能会要用到你当前手机里插的这张 SIM 卡的方式去拨打国外的电话，这个就不建议大家去在手机上那样去使用，好吧？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手机上呢就是的联系人的一些备注在你的电脑端同步不过来，可能这个小伙伴我已经备注他了，但是他在网页端我可能就看它的还是一个号码，并不是我备注的昵称，这个可能也是同步上的一些问题。包括我感觉谷歌对 Google Voice 的这个支持力度也不是特别大，就放着养着的这种感觉，并没有把体验做到最佳还是有很多可以提升的点，提升的空间对于中国大陆的小伙伴们我们用到它的一些基础功能，也就是收短信互相的聊聊天基本上能满足我们的一个需求。那有了 Google Voice 呢，你可以对你的Twitter 对你的 Facebook Instagram 还有那个Telegram 这些社交的账户的手机号关联可以进行一个调整，也是比较方便。然后你调整完以后呢，你可能会觉得好像安全了不少，就是心理作用当然也挺好，就是这个状态。然后有一个这个账号呢，你到时候注册一些国外的一些账户也比较方便。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科技蓝分享了最近使用 Google Voice 的一些感受和
使用上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点。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